你看起來好白，像一朵會走路的雲。你家呢？不打聲招呼嗎？冰川早就融化了。你不会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吧？去哪里？星辰大海。这里即将誕生人類載人航天的第一個奇蹟。美蘇太空競賽的第二場核心對決聚焦於載人航天。無論是蘇聯的科羅廖夫，還是美國的馮布勞恩，兩人的終極理想都是實現人類飛出地球的太空旅行。這場競賽不僅是航天技術與軍事技術的較量，更是兩國綜合國力與科技體制競爭的集中體現，也為人類載人航天事業的起步奠定了基礎。你知道嗎？他們一個在壓力與波折中堅守，一個在沉澱與等待中蟄伏，只為追逐太空夢。沒錯。蘇聯率先啟動東方計劃，科羅廖夫是靈魂人物。他不僅是火箭總設計師，更全面統籌載人航天的各項技術研發、宇航員選拔與訓練，掌控着計劃的每一個關鍵環節。相較於人造衛星發射，載人航天的複雜度呈幾何級提升。除火箭推力外，還需攻克太空艙設計、生命保障、失重適應等難題，直接決定着任務的成敗。1959年，蘇聯啟動航天員選拔工作，從候選人中篩選出200人，再經科羅廖夫精選出20人，作為第一批受訓宇航員，其中19人是空軍飛行員，1人是工程師，軍銜均在中尉至少校之間，其姓名現已解密可查。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尤里·加加林。這20名宇航員中，最終有12人成功登上宇宙飛船，實現了太空飛行的夢想。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推進載人航天，馮布勞恩是核心設計者。1958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批准水星計劃包含26次發射任務，宇航員從優秀飛行員中選出7人，稱為水星7子。儘管他們中誕生了美國首位太空人，但知名度遠不及加加林世界只記得第一個突破的人。美國落後的核心原因是火箭技術差距。蘇聯的 R7 系列火箭比同期美國火箭領先整整1代，推力足以將幾噸重的飛船送入軌道。即便如此，美國仍加快節奏，全力追趕蘇聯的步伐。經過無數次試驗，1961年4月12日，人類載人航天迎來歷史性時刻。上午9時07分，加加林身着航天服登上東方1號，在拜科努爾發射場點火升空，精準奔向預定軌道。我們也跟上吧。你看到的這場萬眾矚目的升空，實則危機四伏。當飛船飛到地球背面時，有一個致命隱患悄然浮現，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只能在煎熬中等待。沒錯，就在發射前最後一刻，加加林入艙，艙門自動關閉，鎖死後發現氣密傳感器無信號控制系統，判定艙門未密封。科羅廖夫緊急下令拆艙門重封，3名工程師徒手更換32顆螺母，清理檢查，用時20分鐘，趕在倒計時前才完成。其次，由於蘇聯在地球另一面未建地面站，加加林與地面聯絡中斷，只能依靠他自身隨機應變。萬幸的是，飛行一切正常，但重返大氣層時意外發生，降落裝置因電線纏繞未能與飛船分離。面對突發狀況，加加林展現出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質。為避免地面指揮中心擔憂，他始終報告一切正常。幸運的是，進入大氣層後，氣流扯斷電線，他得以返航，但降落地點比預定位置偏離了280公里，最終落在一片農田中。據現場目擊的2名學生描述，一個直徑2-3米的大球從天而降，落地後高高彈起，再落下。隨後，加加林穿着宇航服，背着降落傘緩緩降落。當地一位農夫和他的女兒見狀十分恐懼，以為是外星人降臨。加加林連忙解釋自己是蘇聯人，請求他們帶自己前往有電話的地方，第一時間向總部匯報情況。加加林的整個太空旅行持續了108分鐘，環繞地球1周，成為人類歷史上首位進入太空的人。他的成功既得益於前蘇聯領先的火箭技術，也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當時蘇聯為搶在美國前面實現載人航天，採取了較為冒險的策略。此後，加加林成為蘇聯時代英雄，他獲得了無數光榮稱號，他的形象出現在各類媒體、海報甚至郵票上。令人遺憾的是，1968年，他在一次例行飛行訓練中因飛機失事不幸喪生，年僅34歲，結束了短暫而輝煌的一生。加加林的榮耀家喻戶曉，但真正撐起這場突破的幕後英雄卻始終不為人知。這個人就是科羅廖夫，他一生創造了多個第一，因蘇聯保密政策長期不為人知。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後，瑞典皇家科學院詢問設計者
赫魯曉夫達是全蘇聯人民。科羅廖夫從未抱怨，默默投身航天，用一生踐行探索太空的初心。加加林成功進入太空後，美國採取了外鬆內緊的態度，一面祝賀，一面加速追趕。1961年5月5日，就在加加林進入太空不到1個月後，美國迫不及待地将艾倫·謝泼德送入太空。当时美國尚不具備環地球軌道能力，為鼓舞士氣，啟動了亞軌道飛行。謝潑德乘坐自由7號由馮·布勞恩設計的紅石火箭發射，飛行僅15分鐘，失重狀態5分鐘，更像一次太空跳躍。這場倉促的發射更像應急表演。馮·布勞恩心裡清楚，這距離他的太空夢還很遠。馮·布勞恩一生都想讓人類走向太空，卻始終被冷戰需求裹挾。美國真正實現環地球軌道飛行是在1962年2月，約翰·格蘭乘坐水星宇宙神6號成功進入地球軌道，成為美國首位環地球飛行的宇航員。但在此之前，蘇聯宇航員提托夫已完成太空飛行，成為首位在太空滯留超過1天的人。20世紀60年代初，科羅廖夫帶領蘇聯團隊持續擴大優勢。1963年6月16日，傑列什科娃駕駛東方6號進入太空，成為人類首位女宇航員，與東方5號完成編隊飛行，繞地球48圈，證明女性也能在太空正常開展工作，為後續女性宇航員的選拔與訓練奠定了基礎。此後，科羅廖夫將目光投向載多人飛行、長期駐留及空間站研發。此時他身體已大不如前，早年牢獄經歷和長期勞累讓他飽受病痛折磨，但他依然忘我工作。在他的帶領下，蘇聯取得了編隊飛行、太空對接、太空行走等突破。令人遺憾的是，1966年，科羅廖夫因腸癌去世，未能親眼看到聯盟號與禮炮號空間站對接。回顧這一階段，蘇聯保持領先與科羅廖夫的個人能力密不可分，但蘇聯急於求成、忽視安全的策略也為後續事故埋下隱患。與此同時，美國不斷推進各項技術研發，逐步縮短了與蘇聯的差距，為後續阿波羅登月任務的成功做好了充分準備。就在美蘇激烈角逐的同時，遙遠的東方，中國載人航天事業也在悄然醞釀。這一切的開端離不開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的引領。相較於美蘇舉國之力的航天競賽，中國載人航天的起步充滿艱辛，沒有充足經費，沒有先進技術，但錢學森和中國航天人用信念撐起了這份夢想。沒錯，錢學森衝破重重阻礙，從美國回到祖國，立志要讓中國擁有自己的航天事業，讓中國人也能飛向太空。錢學森師承馮卡門，而馮卡門與馮·布勞恩並無太多關聯，因此外界流傳的中國航天得益於美國和德國早期研究的說法並不準確。中國航天的成就雖在早期得到過前蘇聯專家的少量幫助，但核心依靠的是中國航天人自身的艱苦奮鬥與自主創新。中國載人航天的實質性起步可追溯到1968年，根據錢學森建議，4月1日成立代號507研究所的宇宙醫學及工程研究院，負責航天員生命保障、選拔訓練，為中國載人航天儲備了核心技術與人才。1970年7月14日，中國啟動首艘載人飛船“曙光1號”研發工程，代號714工程。飛船採用2艙式設計，完成設計草圖和全尺寸模型。同時，19名空軍飛行員被秘密選拔為待訓航天員。受當時國家整體條件限制，經費和技術面臨巨大困難，714工程於1971年被暫停，並最終取消。中國載人航天陷入漫長停滯。即便如此，中國航天人從未放棄。20世紀80年代，重新審視發展路徑，經錢學森、王希季等專家反覆論證，一致支持載人飛船方案，確定了正確的技術方向。直到1992年921工程實施，中國載人航天工程正式啟動，確立了3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發射載人飛船，開展空間應用實驗；第二步，突破出艙活動與交會對接技術，發射空間實驗室；第三步，建造空間站。1999年11月20日，神舟1號試驗飛船在酒泉發射升空，在軌運行21小時，圓滿完成首次飛行任務，標誌着中國載人航天邁出關鍵一步。4、3、2、1，起飛！經過多年積累，中國載人航天迎來歷史性突破。2003年10月15日，長征2號 F-15火箭點火升空。搭載航天員楊利偉的神舟5號飛船奔赴太空，楊利偉成為首位進入太空的中國人，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
這一聲轟鳴不僅圓了中國人的太空夢，更標誌着中國成為世界上第3個獨立掌握載人航天能力的國家，而且從一開始就帶着和平的初心。在軌飛行期間，楊利偉展示了中國國旗和聯合國旗，並用中英文2種語言莊嚴宣告：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類。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類。這不僅是中國航天人的承諾，更是中国對世界的承諾。神舟5號的成功，實現了中國載人航天單人单天的突破。2005年，神舟6號搭載費俊龍、聶海勝完成多人多天飛行，標誌中國完全掌握天地往返技術，完成第1步目標。進入第2步，2008年神舟7號任務中，翟志剛完成中國人的首次太空行走。2013年，神舟10號與天宮1號對接，王亞平完成首次太空授課。2017年，天舟1號完成推進劑在軌補給實驗，為空間站建設掃清能源障礙，也意味着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第2步目標全面完成。2020年起，中国載人航天工程進入第3步階段，核心任務是建造天宮空间站，解決大規模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應用問題。空間站建造任務分為關鍵技術驗證和建造2個階段，共規劃12次飛行任務，於2022年底全面完成。2023年轉入常態化運營，中國擁有了自己的空間站。截至目前，現役第1、2批共16名航天員已全部進入過太空，第3、4批航天員陸續執行任務或開始訓練。隨着3步走目標的圓滿完成，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自2022年底起全面進入為期10年以上的應用與發展階段，聚焦空間站科學研究與應用，推動載人航天事業向更高水平發展。2023年5月，神舟16號發射，開啟了應用與發展階段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此次任務中，首次出現航天飛行工程師與載荷專家2種全新航天員類型。朱楊柱成為首位非飞行員出身的航天員，桂海潮成為首位非軍人出身的平民航天员。中國航天發展速度驚人，更難能可貴的是始終保持嚴謹與安全，歷次飛行任務均圓滿成功，這在世界載人航天史上極為罕見。確實如此。2024年12月，神舟19號乘組出艙活動時長9小時06分，刷新了人類航天員單次出艙活動時長的記錄，展現了中國載人航天技術的成熟與可靠。2025年11月，神舟20號返回前被空间微小碎片撞擊舷窗玻璃，出現細微裂紋。面對險情，指揮部決定實施臨時改程方案，航天員改成神舟21號返回。從發現險情到成功着陸，僅用20餘天，彰顯了中國載人航天強大的應急保障能力。截至2025年底，中國空間站在軌運行穩定，部署實施265項科學與應用項目，在空間生命科學、微重力物理等領域取得多項重要突破，包括首次小鼠空間科學實驗、亞磁、微重力、複合環境、生物學研究等。自1999年至今，中國載人航天已完成35次重大飛行任務，全部成功，始終保持航天員零傷亡記錄。從美蘇載人航天的激烈角逐，到中國一步步實現自主崛起，人類邁向星辰大海的腳步從未因困境而停歇。每一次火箭轟鳴的背後，都是航天人破局前行的堅守。每一位航天員的出征，都書寫的航天傳奇。是啊，載人航天從不是冰冷的技術比拼，每一步都浸透着堅守與奉獻、勇氣與擔當。科羅廖夫在絕境中鑄就航天基石，馮布勞恩在蟄伏中守護太空初心，錢學森以一生踐行報國誓言，還有無數無名航天人默默托舉。他們用行動告訴我們，太空探索的意義從來不是為了爭奪霸權，而是以人類之軀叩問宇宙未知，以團結之力共築希望家園。而這一切的底氣，源於人類永不停歇探索未知的初心。最後，再次感謝點讚、投幣、充電支持的小夥伴，歡迎關注帶北極熊去旅行。我們的目標是星辰大海，有緣與你同行。下期再會。你說那麼多科學家和航天員都是天才嗎？當然不是，別擔心，宇宙中的星星比沙子還多，每一顆都是獨一無二的，你也是獨一無二的那一顆。下一站，星辰大海，繼續出發。